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为啥现在肝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呢？其实这都赖自己，应该是伤肝的事儿做多了。那如果想要肝脏健康，平时就要多养肝。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，或能够帮你养护好肝脏。这个动作有点类似伸懒腰，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可以坐着做，也可以站着做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站着做的。首先保持站立的姿势，全身保持放松，双手向上举起，尽量的展开，然后尽可能的向上伸展，头部往后仰，但是身体呢要保持挺直，要让上半身肌肉感觉到有紧绷感。这样坚持10秒，放松身体，然后再做，每次做5到10分钟即可，可以每天做2次。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肝经，调理肝气，每天坚持做，能很好的滋养肝血，养肝护肝，对肝脏有保护作用。那肝不好的朋友，平时呢还要多注意调节饮食，除了做这个小动作外，也可以配合的吃点养肝食物。木子给大家推荐蒲公英根。蒲公英根也属于中药材，对肝脏非常有好处。没事儿用它泡水喝，可以清肝毒、降肝火、提高肝功能，有助于肝脏的健康。我们双脚分布很多内脏经络反射区，通过双脚我们是可以判断出肾脏的健康与否的。如果没有3种表现，说明肾脏还不错。先看脚趾甲。那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脚趾甲和手指甲一样，也是有月牙的。如果发现自己脚趾甲月牙很少，或者数量很少，就可能是肾气不足了，体内缺乏营养物质，肾脏得不到滋养，这时就应该注意养肾了。再来看脚趾。小脚趾是足少肾经的源头，如果小脚趾粗壮厚实，那么这是肾气充足的表现，但如果小脚趾瘦弱，就要小心肾气不足了，也要抓紧调理。最后看脚掌纹，伸出自己的脚，看一下脚掌的纹路，如果脚掌纹很深的话，就可能是肾脏不太好了，也可能是内分泌失调引起的。肾不好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有助养肾护肾。这个动作就是扫耳搓耳。自然站立，双腿屈膝，先用左手叉腰，右手扫耳朵2次，再换右手叉腰，左手扫耳朵2次，最后再双手交叉搓拉耳垂，这样为一组，每次做50下。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，这样搓耳朵可以帮助养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也逐渐的向年轻人蔓延。当血压高时，经常会出现头晕、头痛、失眠等症状。那该怎么调节血压呢？可以试着按压手上的降压点。这个降压点呢，就是神门穴。神门穴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了。神门穴是手少阴心经上的重要穴位，在手腕上，腕掌侧横纹尺侧端，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处。那找穴位时，可以从小手指延伸下来，到手掌根部末端的凹陷处。找到之后，可以用对侧手的大拇指进行按揉，睡前按揉5分钟左右。2侧都要按到。神门穴有很好的宁心安神、补益心气的功效，经常按摩对降血压以及高血压引起的心悸、失眠都有很好的作用。高血压除了用药物和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还要注意饮食，少吃咸的食物，多喝水，多补充水分，对降血压也有一定帮助。还有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也可以预防血压升高。便秘是一种常见现象，不管男女老少都可能会出现。便秘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便前按一按，对改善便秘有很大帮助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手上的通便穴商阳穴，在我们食指末节桡侧，距离指甲角0.1寸的地方。商阳穴属手阳明大肠经，按摩时我们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握住食指的2侧，揉捏3到5分钟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，力度适中。除了按揉外，还可以用刮痧板刮拭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按摩商阳穴可以旺盛大肠经的气血，调节消化道功能，具有润肠通便的功效。经常按一按，能很好的改善便秘的情况。
长期便秘的人，平时还要注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避免久坐不动，适当的释放压力，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，还有坚持运动，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改善和预防便秘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这社会压力的加大，很多人的身体啊都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，所以养生意识呢也越来越强了。养生的方法有很多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压我们手上的万能穴。这个万能穴就是合谷穴，合谷穴在我们的虎口处，属于手阳明大肠经。那找穴位时，可以将食指和大拇指并拢靠近，在虎口处会有一个肌肉隆起的地方，在肌肉的最高处就是合谷穴。按摩合谷时，可以用拇指指腹按揉，力度稍微重一些，感觉有酸麻胀痛为宜，每次按揉50次左右，左右2个穴位都要按到。经常按摩合谷穴有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，对调节血压有帮助。除此之外，合谷穴还有祛风解表、通络止痛、排毒的功效，对缓解头痛、腹痛以及便秘都有很好的作用。所以说，按摩合谷穴真的是好处多多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呢就可以按一按，这样既不耽误时间，也能够起到养生的效果，帮你赶走小病小痛。短的人身上会有3处变黑，若你都没有，恭喜易长寿。第1处肺部，经常吸烟的人，因为香烟中含有很多毒素，所以时间长了，肺部会慢慢变黑，出现很多肺部疾病，这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，也不利于长寿。所以长期吸烟的朋友应该尽早戒烟，平时多吃清肺食物，对肺部健康有帮助。第2处，脸色，如果经过长时间的日晒，皮肤可能会变黑，但如果不是脸色变黑了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肝血亏虚引起的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，不然对寿命也会产生影响。第3处，脖子，如果脖子后面变黑有褶皱，而且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。平时要多注意控制血糖，少吃含糖分多的食物，多运动。若你要出现上面这3种情况，最好及时的调养。若没有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长寿。日常生活中做好饮食和作息规律，有一个好的心态，这样身体健康了，长寿自然也就离你很近了。寿命长的人身上这2个地方不易发黄，如果你也是，更易长寿。第1个地方，手指。手指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那正常的手指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发现手指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就要引起重视了，可能是长期营养不足，或者是长期吸烟导致的。如果出现这种异常，可能是健康出现了问题，大家最好及时调理，不然对寿命会造成影响。第2个地方，脸色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脸色也应该是非常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脸色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因为气血不畅、脾胃虚弱引起的，还有一种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如果除了脸色发黄，眼睛或者全身都发黄，就要及时进行检查了。若没有这种情况出现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所以上面这2个异常，大家要引起重视。想要长寿，我们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平时少烟酒、少熬夜，注意饮食均衡，多运动，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这样长寿也会向你靠近。大家都知道，走路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。有人说，通过走路的快慢可以看出寿命的长短。那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？其实走路和我们身体机能有很大关系，比如骨骼、肌肉、呼吸系统、神经系统等等。如果中老年人走路快而且很稳的话，说明寿命会比较长，身体的机能也比较健康。但是呢，想要长寿，不单单取决于走路，还和下面这3点有关。第1点，心态。心态的好坏和长寿也有很大关系。如果每天都能够有一个乐观的心态，保持好的心情，那么身体状态也会非常好，这样的人会少生病，更容易长寿。第2点，睡眠。如果长期失眠，睡眠质量差，那么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下降，时间长了，疾病就会找上门。而每天都能保持好的睡眠，这样也可以提高身体的健康水平，人也更容易长寿。第3点，饮食。饮食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在饮食上能够保持清淡、
每天保证有规律的饮食，那么对延长寿命也是有非常大帮助。天都在走路，可想而知双腿对我们的重要性。腿是交通要道，腿上有很多穴位和经络，维护着气血的运行。而衰老都是从腿开始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双腿。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有助畅通气血，保养双腿。动作1，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两腿向前伸直并拢，然后身体向前弯，用双手去扳两脚的脚趾，每次2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脚力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保养双腿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，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，双腿膝盖微微弯曲，将双手放在两腿的膝盖上，然后前后左右的转动膝盖，先向左转动，再向右转动，这样反复做20次，每天可以多做几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畅通气血，疏通经络，对缓解膝关节疼痛、保养膝盖都有很好的效果。膝盖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做一下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平时再注意膝盖保暖，这样膝盖才会越来越好。大家不妨试试吧，希望可以帮助